2025年4月30日，各大银行密集公布了2025年的一季报。整体来看，银行净利润降幅呈现扩大趋势，多数净资产收益率 ROE 仍在回落。一季度 A 股42家上市银行中，有13家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负增长，较2024年同期多出2家。其中，厦门银行、华夏银行分别以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14.21% 和 14.04%， 位居盈利降幅前列。部分银行一季度净利润变动较大，除了一方面还是受制于息差持续收窄影响以外，另一方面还有新的因素，那就是受到债券市场波动影响。业绩不理想，恶化了市场预期，银行股大跌，拖累 A 股整体表现。截至当日上午收盘，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跌幅靠前，分别为 3.58%、3.40%、3.21%。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跌幅均超 2%。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盘点一下。华夏银行的2025年一季报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华夏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181.94 亿元，同比下降 17.73%， 归母净利润 50.63 亿元，同比下降 14.04%。横向对比来看，华夏银行是目前上市股份行中一季度业绩降幅最大的一家。Wind 数据显示，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一季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45 万亿元，同比减少 252.89 亿元，降幅 1.72%。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5639.79 亿元，同比减少 68.36 亿元，降幅 1.20%。2025年一季度，42家银行中有16家银行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2家银行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厦门银行、华夏银行、贵阳银行、平安银行营收降幅均在 10% 以上。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业绩并不理想，恶化了市场预期。工商银行一季度营业收入 2127.74 亿，下降 3.22%，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841.56 亿，下降 3.99%。利息净收入 1567.84 亿元，同比下降 2.86%。建设银行营业收入 1900.7 亿，下降 5.4%，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833.51 亿，下降 3.99%。利息净收入 1419.23 亿元，同比下降 5.21%。中国银行营业收入 1649.29 亿，增长 2.56%，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543.64 亿，下降 2.9%。利息净收入 1077.27 亿，同比下降 4.42%。交通银行营业收入 663.74 亿，下降 1.02%，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53.72 亿，增长 1.54%。利息净收入 426.04 亿元，同比增长 2.52%。邮储银行营业收入 893.63 亿，下降 0.07%，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52.46 亿，下降 2.62%。只有农业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营业收入 1866.74 亿，增长 0.35%，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719.31 亿，增长 2.2%。不过，利息净收入 1405.77 亿元，同比下降 2.74%。造孽！关于2025年一季度盈利下滑，厦门银行在报告中表示，受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风险偏好提升等因素影响，债券利率快速上行，债券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 2.24 亿元。另外，受净息差同比收窄影响，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 0.46 亿元。
华夏银行未公开讨论盈利下滑具体原因。根据公布的财报数据，华夏银行一季度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达 24.73 亿元，而在2024年一季度，华夏银行此项盈利为 15.20 亿元。此外 ，Wind 的数据显示，贵阳银行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6.82%， 其下滑幅度之大，仅次于厦门银行和华夏银行。贵阳银行表示，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一是本行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叠加 LPR 利率下行，带动新发放信贷资产利率下降，以及存量资产利率调降、资产结构调整等因素，利息收入同比减少。二是受债券市场波动影响，交易性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减少。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贵阳银行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 6.8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幅度达 578.64%。据了解，此前2024年全年债券牛市，多家上市银行披露因投资债市收益颇丰，从而带动公司整体盈利增长。不过，相较于去年的债券牛市，今年一季度市场明显有所降温，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实际上，众所周知，中国金融最令人担忧的黑天鹅还是房地产暴雷。虽然目前各银行都一致表示房地产风险可控，但是2025年5月3日，中国房地产的模范生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国资背景的深铁集团发布公告，披露其2024年合并报表亏损达 334.61 亿元，占2023年末净资产的 10.46%。深铁集团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万科2024年业绩亏损导致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及减值计提。可不敢胡说，可不敢胡说。很多人都还记得2015年的宝万之争，那是中国 A 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争端始于2015年宝能系，以宝能集团为首，通过举牌和杠杆收购，逐步增持万科股份，试图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随后引发了万科管理层、宝能、华润等各方之间的激烈股权争夺战。事件在2016年达到高潮，最终以2017年深圳地铁集团入股万科、宝能逐步退出而告一段落。2017年6月9日晚，中国恒大转让 14.07% 万科股权给深铁集团，深铁集团正式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终于打破了万宝之争僵局。至此，深铁集团合计出资约663亿元，受让华润集团、恒大集团合计持有的万科 29.38% 股权，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入主万科之后，深铁集团也曾尝到甜头。2017年至2023年，深铁集团得到的万科分红共计约192亿元。2024年，万科因债务压力停止分红。2025年初，深铁集团通过定向增发、债务置换等方式，将其在万科的持股比例从 27.8% 提升至 42.5%。郁亮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深铁系高管全面接管战略决策权，万科步入深铁时代。深铁在万科业绩下滑时，通过股东借款、资产受让等方式向万科输血，帮助其缓解资金压力。然而，由于自身的巨大亏损，万科最终还是坑爹了。操！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持有其 27.18% 的股权，双方自2017年宝万之争后形成深度绑定。然而2024年万科归母净利润亏损 494.78 亿元，叠加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其股价与资产价值大幅缩水，直接拖累深铁的财务报表。
为缓解万科流动性压力，深铁集团自2024年起持续以多种方式输血。深铁集团先后为万科提供28亿元、33亿元低息股东借款，利率2.34%，显著低于市场水平，并接受高达70%质押率的资产担保。深铁集团联合深圳国企，以22.35亿元接手万科深圳湾超级总部地块，认购中金印利公募 REITs 份额等，帮助万科盘活资产。而且还通过 REITs 大宗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为万科注入信用背书。然而，这些举措虽短期稳定了万科，却让深铁集团自身陷入亏损泥潭。REITs 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缩写。它是一种通过将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允许投资者购买份额以间接投资房地产的金融工具。这里是指深铁集团通过参与公募 REITs 公开募集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相关基金份额或支持万科的资产，通过 REITs 形式上市交易。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万科将持有物业如商业地产转化为流动性更强的金融资产，盘活资金。同时，深铁的参与也为万科的 REITs 产品提供了信用支持，增强市场信心。接着奏乐，接着舞。万科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房地产行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2024年，行业面临需求萎缩、土地财政依赖、融资渠道收紧等多重压力，房企毛利率持续下滑，高杠杆模式难以为继。万科作为曾经的市场化标杆，其流动性危机迅速引发系统性风险担忧。在此背景下，深铁集团的角色从财务投资者转向风险化解者，背后是国资主导的必然逻辑。风险外溢防控，万科若违约，可能冲击供应链、金融机构及购房者信心，威胁经济稳定。国资信用优势，深圳市国资委统筹超5万亿元资产为深铁提供支持，通过注资、资产划拨增强其救助能力。政策导向转变，从房住不炒到保交楼，政府从监管者转向直接参与者，国资成为房企软着陆的最终兜底的关键。有吗？有还是没有啊？深铁集团的巨亏不只是万科崩了，更是房地产危机蔓延到国资、银行，直击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警钟。过去靠房子拉动增长，现在靠兜底保交楼。这不再是市场问题，而是国家信用在背水一战。看似平静的市场，其实已经在暗流涌动。你以为万科是最后一个？真相也许才刚刚开始。正如《无间道》里那句台词，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那么问题来了，谁来还？怎么还？代价有多大？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值得更多人关注，请点赞、转发、评论，让更多人看到真相。我们下期再见。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屁股浑身掉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屁股浑身掉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是小